帝君下凡历劫前，将他的小鲤鱼送我，当做定情信物。没想到那鲤鱼跳出鱼缸，跟他投入凡尘。我一着急，也跟着投了进去。18年后，大雪茫茫，魏太子于城墙上一箭射穿我的花轿。月女，是你无耻，非要嫁我已有心上人。他搂在怀里的红衣女子，就是那条鲤鱼精。我知凡人看不穿，为助他历劫，下轿步行入了魏宫。3年后，鲤鱼有孕，惊动天罚。魏太子听信谗言，将我绑上城墙，替他受过18道天雷。至此，我心灰意冷，召出了司命君。司命，该回9重天了。司命君被我召唤出来时，我正被绑在魏国城墙上，扛过了18道天雷。凡人之躯，鬓发凌乱，白衣染血，称得上是狼狈。清月上仙，您这是？司命君吓得快要跪下了。我垂下头，动了动手指，发现仙骨隐有裂开，颇为无奈地苦笑了出来，让司命君看笑话了。本君被那尾小鲤鱼整到如斯地步，我曾随驯化征战四方，从未重伤至此。司命为我解开束缚，他不禁感慨：当时城门一别，仙君入了魏宫，如今不过数日啊。于天上不过数日，于我却是数年。我心里苦涩难言，喉头轻颤，叹出一口气：司命，本君仙骨有损，该回9重天修行了。司命君深以为然，但又想起了一桩要紧事。上仙是为助献华帝君历劫而来，那历劫之事如何收尾？寒风料峭，吹面而来。我擦了擦唇边的血，沉默半晌，轻轻摆了摆手：由他去吧。你只需在命簿上给我批个早逝的命。司命君领了我的意，他一手握着朱笔，一手拿出了命簿。仙君，在下为月女批个情深不寿，如何？我点了点头。好。我静静地望着命簿上的字迹：魏国王后月女，君未怀妻，无嗣，情深不寿。朱批已落，再无悔过。司命君收起了笔簿，如烟雾消散在夜里。命簿运行，人间3日，您便可回归9重天。雷发停了，夜色里小雨淅淅，我淋湿全身，像个孤鬼出现在城墙边，一步步迈下石阶。侍女绿箫撑着伞，抱着大通跑过来接我，却被闪着寒光的长戟拦在石阶之下。君上有令，除王后受罚外，任何人不可上城墙。他们口中的君上，就是我的凡人夫君魏怀期，也正是那9重天上驯华帝君的转世。士兵相对，交叉戟锋向绿箫压去。住手！我加快脚步往下而去，推开了2位士兵。夜色模糊，绿箫离得我很近，才看清我满身血迹。殿下，他慌了一瞬，手都抖了，那伞柄脱了手跌落在地上，被风吹着翻转，停到了一群人脚边。红礼夫人用脚踢开那伞沿，唇角带着天真的笑意：君上，这就是王后姐姐说的天罚吗？好像就打雷啊，闪电啊，姐姐还能行动自如呢。魏怀期蹙眉，静静地望向我。绿箫把大钗拢到我身上，将我留在原地。她冒着雨跑远，去捡地上的伞，头顶移过来伞盖。我抬起头来，望进那双眸子，微微出神。是国君魏怀期在为我撑伞，但他只是对上我的视线，片刻后，眼底闪过一丝厌恶。王后，红里有孕，你却说她出身不及，要受雷刑，害得她彻夜难眠。我罚你在城墙上听彻雷鸣，希望你能有所教训。仙骨裂缝之疼时时刻刻发作，几乎让我无法专注去听他在说什么。但他说只是听彻雷鸣，我一时怔愣住了。红梨被人簇拥着走过来，目光怯弱地看我。王后姐姐，我不过是和心上人有了孩子，你便说我要遭天打雷劈，我实在是吓坏了。他仰头看向魏怀期，眼里是无尽痴迷。好在君上为求我安心，让姐姐替我亲身验证，这世上天罚本就不存在。我明白了，18道天雷降世，在凡人眼里不过是满天黑云，电闪雷鸣，转瞬即逝。怪不得红离敢如此设计于我，他在赌即便是高高在上的杏华帝君，转世历劫后也认不出天罚，甚至将心上人推了上去。果不其然，魏怀期冷冷看向我。王后能安然无恙走下城楼，可见是妖言惑众，还不认错？认错？我最错的事便是为劝华下了凡，走这一遭，负尽薄幸，枉费屈辱。我与显华帝君相识万年，他自大隐山飞升上神，到了9重天后独来独往，少言寡语，只在神殿内养了一尾红鲤鱼为乐。他对那鲤鱼喜爱至极，旁人轻易连看都不能看，更不要说是触碰了。后来机缘巧合，我随炫华帝君赴九渊作战，长达数千年时光，几经生死之际，他不惜耗费自身，也要冒死相救于我。也因此，帝君修为大减，不得不下凡历劫。他入轮回那日，我来送他。俊华帝君捧着琉璃鱼缸，连带那尾红鲤鱼都送给了我。清月仙君，我有数十日不在，将此心爱之物赠你。
若你愿意照顾她，等丽杰归来。我低头看着这位漂亮的小鲤鱼，自然愿意。帝君对我有救命之恩，小仙定会小心谨慎。寻华默了一瞬，眸光定定地看向我。不是，我是说以此为聘，等丽杰归来，我想与你定亲。我当时怔住了，心口微微发烫。寻华表白过后，神色些许慌乱，让我好好考虑。转身飞入轮回池，我抱着那鱼缸，心跳砰砰，还在怔愣中，寻华帝君心悦于我，而我是欢喜的。那尾红鲤鱼猛地跳起，跃出鱼缸，溜进了轮回池。我知此物为醒华爱宠，又称得上是定情信物，一着急跟着跳了进去，想要将它抓回来。谁料下界寻找途中，司命君找到我，说是本该成为晋华凡间妻子的女人突然死了，让我帮个忙。我应了司命君，入了他的运部。18年后，以越国公主身份嫁给帝君，转世未怀妻。抵达魏国国都之时，我见到了正在历劫的算华。意料之外的是，我也见到了那位红鲤鱼。魏太子怀妻于城墙上，一箭射穿我的花轿。月女，是你无耻，非要嫁我。我已有心上人。她搂在怀里的红衣女子，所谓的心上人红梨，就是那条鲤鱼精。我知道这忙是非帮不可，这注定不安宁的魏宫也是非入不可了。当时的我也没有想到，为助续华帝君历劫，我堂堂清月上仙，有朝一日会形容如此狼狈，落得个仙骨有损的下场，只为九重天上轮回池边。那一时的心头悸动，魏怀妻沉下声：王后，你已受罚，再向红梨认错，这事便到此为止。往往到了太过悲伤的时候，反倒会觉得可笑不堪。我自嘲地扯了扯唇，走出魏怀妻的伞。命格已定，不过3日，懒得同他争论。绿霄正撑着伞，急忙跑回来：君上，我们王后她受伤了。魏怀妻这才注意到我脚底大腿之下露出的衣角带着一缕血迹，她不自觉握紧伞柄，跟上前了2步。王后姐姐，你有哪里不舒服吗？红梨抢先上前，双手握住我的胳膊，暗中驱动了法力。我刚经历过违法碎裂仙骨之刑，被他的法力催动，犹如烈火焚骨，痛不欲生。我猛地挥开他的手，放肆！红梨故意松开手，将手护住小腹，放任自己往后跌去。他惊慌失措地看向魏怀妻，差一点摔在了地上，但也只是差一点。他倒进了魏怀妻的怀里，魏怀妻搂住他，面含薄怒：他有孕在身，不过是关心你，你竟敢动手！我仔细端详他，相同的容颜，相同的声音，但他不是仙华。若是他日君华重回九重天，得知自己万年上神血脉却被所养鲤鱼迷惑，甚至还有了后代，只怕会恶心不已。但那都与我无关了。君上，可看清了，是他先来拉扯我。魏怀妻哑然，红梨扯了扯他的袖子，恰逢其时的昏迷了过去。魏怀妻抱起他，匆匆离去，将我禁足在宫内。封印宫内烛影凄凄，寂静荒凉，宫人都被遣散了。魏怀妻连我的衣食用度都裁减得几近于无了，只有绿霄还在陪我。王后，您为何会同红梨夫人说她身怀有孕，会遭天罚呢？我当上仙时生性淡薄，到了凡间不得君心，也不曾针对红梨。我只是好心提醒她，趁着孙华帝君历劫，瞒过司命运部，私怀上神血脉，是要遭天谴的。我怜悯她痴恋训华，犯下错事，但若惊动天罚，以她的修行，难逃一死，得不偿失了。红梨在我面前感恩戴德，赌咒发誓会落下此胎，又哭得梨花带雨，求我告知天罚时机。没想到我一时心软，她转头在魏怀妻面前诬陷我，让我替她扛下了这一18大道天雷。我坐在廊下看雨，见绿霄比我还担忧，握住她的手，淡淡的笑了：没事，你等上3天，日子就要好起来了。3日之后，魏宫的王后月女便魂赴九泉了，而九重天上那位清月上仙要归位了。没想到当天晚上，魏怀妻还会来看我。我刚沐浴完，换好素衣，披着头发从竹林出来，不期然撞见了他。他看到了我，微微抿唇，而后移开眼去。君上来做什么？我和他四目相对。来看你，不满意吗？他声音带着嘲讽。我不再说话，转身离去，却被扼住手腕。我回过头，他盯着我，冷笑一声：王后想害红梨落胎，不就是对她心生嫉妒吗？他不知道发什么疯，强硬地将我打横抱起，就往内殿走去。既然如此，你也生一个。真是疯了，魏怀妻，你疯了！放开我！我被压在榻上，用足了力气想要去挣开他，但我被司命君写入了历劫运部。一入运部，法术受制，如同凡间女子，手无缚鸡之力。更不要说我刚刚承受天雷，仙骨裂缝，被他牵扯全身，疼得难以自制。魏怀妻按住我的手，顺势吻了上来。我从未如此绝望，微微闭眼，眼底有了泪意。明明只要再过3天，
何必再受这种折磨？我低下头看他，放软了声：“魏怀期，我错了，我明日便向红丽认错。”声音略带哽咽：“你别再，我受伤了，身上好疼。”我说真的。魏怀期就放开了我，他望着泪流满面的我，脸色却愈发阴沉。你既说受伤，我便让人来看，别总故作姿态，让人以为你千里迢迢嫁过来，还在魏宫受了虐待。巫医为我请脉，魏怀期退让到旁，不经意看到我换下的血巫衣裙，他亲手拾了起来，看清那新鲜血迹，面色微微白了一瞬。你怎会伤得如此重？他似乎很紧张，我淡淡收回手。巫医，王后怎么样了？巫医惶恐地跪下。君上，恕臣眼拙，王后身体很好，只是微感风寒。魏怀期闻言脸眸注视我良久，又去看手里的衣衫，猛地攥得更用力了。再传，把全宫巫医都叫过来。他站起来看我，一字一句道：“给王后好好看看。”流水的巫医被召进了殿，又陆续退了出去，自然是看不出来的。司命君为我备好的月女凡身，早在第一道天雷时就已被烧得焦黑，形容可怖。那血是月女的，如今这副躯体是我神魂维持，凡间的医者怎能把得出脉呢？魏怀期仰起头来，讽刺地笑了。70多位巫医都看不出王后的痛，我看王后的痛是在心里。他松了手，染血衣衫落地，他用脚重重地碾了上去。只会在阴谋诡计上挖空心思的女人。他捏住我的下巴，往前轻声盯着我。你就是求我，我也不会再碰。求他？天上地下，我何曾求过他？从始至终是他先来求我，才有了这一段情缘。我抬眸，目光冷淡，与他对视。那君上可要先等到我求你那日，再好好羞辱于我。魏怀期瞳孔微缩，紧紧抿唇，被我气得呼吸不匀。他手上猛地添了2分力。别忘了，明日与红离道歉。等他走后，我支撑不住，昏倒在了床上。大抵是驯华的神力在逐渐恢复，竟会伤我至此。司命运部的第一日到了，魏怀期派人召我，那动静将我的神魂从竹中惊醒，风声呼起，竹叶瑟瑟。我收拢神魂，落地现身，从竹林中走了出去。绿霄正在找我，他回过头来，目光惊奇：“王后，你的脸色好多了。”我原身是天地间的一株苍竹，灵脉通万竹，如今仙骨裂缝，离身三魂，素净翠竹，还能勉强修补疗伤，只是这愈合速度也很缓慢。走吧，魏国大殿上，魏怀期在等我，他要我与红离行礼道歉，比起接下来的2日能少生风波，我倒觉得低个头也没什么。小礼可否？我没去问魏怀期，而是望向红离，语气认真。我怕大礼你受不起。红离被我看得发慌，似乎是感到害怕，离魏怀期更近了2步。魏怀期护在他身前。他如何受不起？你以为你是谁？我轻轻点头，既然主人发了话，那便跪，以我万年上仙之尊位，跪他一个数千年的小鲤鱼，倒反天罡。但愿他还能维持人形。是我对不起你。我面朝红离，正欲屈膝，2道水红衣袖慌忙扶住了我。王后姐姐，这就不必了。我知道他怕死，转而去看魏怀期，语气淡然。他说不必，那我这歉就道完了。我转身便走，魏怀期让我站住。红离亲密地依偎在他怀里。王后姐姐，贵是不必了，但我怀着孕，身体时常不适，术士说要住在东南方位水灵木盛处，方可有所好转。东南方位水灵木盛，那便是凤阴宫了。毗陵内湖，翠竹秘密。我一时没有说话，我还要借竹疗伤，但我还没说什么，红离却要向我下跪。求姐姐容我暂居凤阴宫一角。魏怀期将他捞进怀里，语气充满讽刺。何必暂居？王后3年无所出，会主动搬出去吧？他逼我搬宫另居。我犹豫了一会儿，君上3日后搬，容我稍作歇息，可以吗？实在是有些累，连着今夜在内。不过住上2晚，还要兴师动众搬家。不行。魏怀期不以为意地笑了。怎么你要歇息？难道红离就不要歇息吗？他像是有意针对我那般，蓦地勾唇冷笑。还是你有所留恋，想须臾尾蛇，一日日拖下去？他想错了，魏宫之内早已没有什么值得我留恋的了。我搬第1日，我和绿霄搬出凤阴宫，各处收捡，进出腾挪，找出许多尘封旧物来，放过一回，便扔到角落的风筝，褪了色，再也吹不响的陶哨，被压得变形的小灯笼，尽是无用之物。尤其是那只灯笼，刚找出来放在地上，就被风吹着打滚，转眼就飘远了。绿霄捡了回来，这还是君上那年送给王后的。说来恍如隔世，我和魏怀期3年夫妻，掐头去尾，也有过3个月的恩爱时光。那时我嫁入魏宫，魏怀期冷落我，后来国君夫妇施压，让他不得不来见我。起初他来了，什么都不做，只是一味责难我，说我仗着是越国公主，只因爱慕于他，便千里迢迢嫁过来。魏越联姻延续数代，越女爱慕未婚夫魏太子，何错之有？后来他
他来的次数多了，态度渐渐变了。他带我出宫游玩，长街打马过，高原驱车行，买来许多凡间的玩意讨我的欢心。当我挑明问他时，他说不知何故就对我上了心。对红梨是喜欢，对我更似真挚爱之，有恐不及。那一刻，剖白心悸的魏怀期和轮回池边的驯华两道身影几乎完全重合在我眼中。我们好了不到3月，突然有一晚，魏怀期半夜就走了，那个真爱我的人再也没回来。绿箫还在收拾杂物，不用收了，也不值钱，都扔了吧。绿箫惋惜叹气，但这都是从前君上，那就让人还给他吧。正好魏怀期的人过来传话，君上让王后搬去御前宫暂居。御前宫是魏怀期的宫殿，我拒绝了，只是指了指地上的箱子，这是君上往日遗留的物件，麻烦转送于他。他若不要，便扔了，不必告知。听说魏怀期收到以后，初时还平静，听到我让他扔了，发了一通脾气，将那些旧物全都烧了干净，又将我打发去了最偏远的西北角。傍晚，我和绿箫离开凤英宫，红梨带着一群工匠到了。王后姐姐，凤英宫虽好，但我不喜欢这竹子，冷冷直直，凄凄惨惨，看着就晦气。她笑着打量着我，抬了抬手，将这片竹林都砍了，挖出个明渠来，种些荷花，养上鲤鱼。那群工匠涌入殿内，纷纷拿出砍刀，对着竹林大肆砍伐。我还连痛着痛感，指尖疼得微微发麻。绿箫怀里抱着包袱，像是为我气不过，急着开口制止。夫人，凤英宫的竹林是君上当初下令种的，你就不怕他问责吗？红梨挑起眉来，盯着他笑。当然不怕，君上说我要住过来，就是将此处拆了，也是任由我的心意。绿箫无话可说，红梨还想要教训他。不过你一个侍女，也敢过问到主子头上？他猛地抬起手来，却悬停在半空中。我捏住他的手腕，盯着他，眸光冷沉。小鲤鱼，你若是敢动他一下，你信不信日后我活烤了你？红梨不敢动了，他在凡间再如何轻狂得意，也不过是寻花殿中的那尾红鲤鱼。我只是不想自降身段，和一个宠物争长论短。离开凤英宫时，那匾额都被拆下来了，扔在地上，被人接连踩踏。殿内竹林纷纷横倒，满目狼藉。我拉起绿箫的手，别看了，走吧。司命运部所说的第2日到了，我搬到了西北角的无名殿。司命君下凡见我。宪君，诸事已妥，明日黄昏我来接你。说起来，宪君如今已没了凡躯，只能再搬出月女那副娇尸用上一用了。司命君全都安排好了，只等明日黄昏。我点了点头，届时我在此等你。正是说完，司命君却同我东拉西扯，迟迟都没要走的意思。司命君是还有事，他见被我识破，尴尬地笑了。说起来是个好消息，我来之前，紫州神尊出关了。师尊闭关2万年，竟然提前出关了，我心头微喜。不过这是好事，司命君为何惆怅？司命君唉声叹气。神尊听说你下凡了，说要把我扔进6道，全都轮回个遍，治治我的脑子。我笑出了声，像是紫咒能说出来的话。司命君将求救的目光投向我。清月仙君，到时还请为我求情。师尊是玩笑话，我真心宽慰他，最多就1道。司命君强颜欢笑，与我告了别。等他走后，我叫来绿箫，这3年是你陪在我身边，越国的陪嫁我都送给你了，至于魏国的赏赐，我做不了主。绿箫紧张地看我。王后，你要走了？不是走，是回家。绿箫扯住我的衣袖，眼圈微红。那王后回家了，绿箫以后还会再见到王后吗？我想他是误会了。平地顿生微风，竹叶自万里飞来。我凭空摘下一片，递给了愣怔的他。会吹竹叶哨吗？任何时候，只要吹响，便能见我。他不会。我和绿箫并排坐在台阶上，用了1下午的时间，勉强教会了他。绿箫望着吹动竹叶的我。宫里都说红梨夫人和王后长得像，那你觉得像吗？像，又不太像。红梨夫人的脸只有那几个表情，王后比她生动多了。人人都说红梨和我有7分像，因为红梨下凡是依照我的脸来幻化的，仗着凡人看不穿罢了。你好好练习，我先去歇息了。无名殿偏僻破旧，但也有个好处，离魏宫西角荒废的竹林很近。没了凤英宫，我只能去那里疗伤。到了夜里，我散开神魂，丝丝缕缕宿进株株翠竹中。半夜里被短促的爆炸声惊醒，醒过来时热火扑面，整片竹林正在被熊熊烈火焚烧，发出噼里啪啦的爆炸声，连同我的神魂也在被燃烧。若是不浇灭此火，恐怕等不到司命君来接我，就已经神魂俱毁了。我不得不强行现了身，正要喊人来救火，还未走出竹林，就被一道红光击倒在地。清月上仙，看来你回不去九重天了。这一切都是红梨做的，她拦在竹林入口，居高临下的看我。九重天的清月上仙
紫咒神尊的唯一弟子也会有如此狼狈的时候吗？我从地上爬了起来，目光阴沉地看他。你疯了？真以为我不会杀你吗？红离轻吹了口气，竹林的火势随之变大，神魂炙烤的疼痛骤然猛烈袭来，让我疼得站不稳。我正要去扶身旁的竹丛，那竹子被火烧得倒下，我也跟着摔倒。红离娇声发笑：清月，你还说你要烤了我，你看看是我先要烤了你呢。竹林火势愈演愈烈，远处传来工人叫喊声，沸反盈天。但此处离水源极远，救火也来不及了。我将手撑在地上，生生咽下了喉头血，低头盯着地面，视线逐渐模糊。看来搬出凤阴宫也是他提前想好的。魏怀期，你一错再错，竟然要害死我了。清月，我先回君上身边了，你就在这里等死吧。红离设了结界，转身离去。我良久抬起眼来，看向那抹鲜红背影，头一回起了凛然杀意。哪怕忍着神魂炙烤之苦，我也要在死前先将这条鱼给宰了。我猛地用手劈下细竹，尖锐端从掌心划过，引血入竹，炼成利刃，猪腰伏魔，倾尽最后的法力往前刺去。你找死！红离回过头来，看清这道剑气，脸上没了血色，惊声尖叫。只要一剑，便能令他形魂俱散，永不超生。魏怀期正好闯了进来，君上，他要杀我。他先看的是我，惊了一瞬，拉过红离，徒手握住那细竹。红离蜷缩在他怀里，用手紧捂着脸，像是被吓坏了。其实不然，他是被吓得现出了原形，脸都维持不住了，害怕被人发现。魏怀期面无表情地质问我：王后，你要如何解释？我该如何解释？该解释的是他半夜来此纵火伤我。魏怀期打断了我：红离早在此祈福多日，倒是你，我不是让你禁足宫中，你半夜逃出来又是要做什么？红离捂着脸，半仰起头，害怕地说道：君上，我在前面的宫殿祈福，不经意走到此，撞见王后和一个男人说话，是他自己放的火。他转过头来，弱弱地看我：王后姐姐，我不能为你保守秘密，你要杀我就杀吧。我怒不可遏地盯着他，深深咬紧了牙关。魏怀期闻言握紧竹端，脸色一寸寸阴沉了下来。我问你到底来这里做什么？见过什么人？竹林火势不息，神魂仍在炙烤，除去饱受煎熬的痛楚，意识也难以维持。等到这片竹林焚烧殆尽，我就要魂飞魄散了。魏怀期，你就算要惩治我，你也先让人来救火，行吗？魏怀期目光冷冷。那你求我？他可能是在记恨我，曾驳了他的面子。我忍着疼痛，低声下气道：好，我求你。魏怀期抬眸望向我，忽地发出冷笑：你忘了吗？是你说的，等到你求我这日，让我好好羞辱你。他猛然折断那细竹，救火！我就要将此地烧了，省得你瞒着我私会情人。那竹子沾了我的血，被折断的那一刹那，似有真切的钻心之痛。它是凡人之躯本不能做到的，是闲华的神力。我一手紧握着剩下的断竹，一手的血还往下滴，浑身散发着无尽杀意，意识陷入混乱。魏怀期见我神色不对，正要过来看我，俊华，你让开，我要杀了他！魏怀期瞳孔颤抖，脸色惨白，抿紧了唇。你叫我什么训话？到底是谁？雷声乍然惊破天空，顷刻间下起滂沱大雨，将火势全然浇灭。我抬头望向天空，神魂回体。魏怀期猛地放开红离，冒着大雨冲过来，用力捏住我肩膀，红了眼圈，逼问我：你口中的显华是谁？你到底为了谁千里迢迢嫁到魏国？你说！我静静地望着他，不发一言。魏怀期更要发疯了。你说啊，你为什么不说？他良久盯着我，眼神彻底暗淡，慢慢放开了手，跌跌撞撞地后退。你不许再看着我，我不许你再看我。他重复着这几句话，过了半晌，抬起头来，直愣愣地望着我，说话的同时流出了泪。你休想再看着我这张脸，去想你的心上人。与司命君约定的第3日到了，我睡到午后才悠悠转醒。昨夜我撑不过去，昏迷了过去，是魏怀期派人将我送回来的。绿霄看着工人送来的残羹冷炙，王后，第3天了，我们的日子会好吗？我走到廊下，你看这天色，到黄昏就好了。绿霄抬起头来，语气疑惑：王后，是要等到黄昏去找君上解释吗？听说红离夫人又痛了，又说是我们害的。我目光平静地看他，弯了弯唇：好，那黄昏时分，你帮我去请他。绿霄眼睛都亮了：王后放心，我定会把君上请过来的，他就会知道冤枉了你。他说完便出门去了。没过1个时辰，我接到了魏怀期的旨意，他要废除我的王后之位，要我幽居在此，与他永不相见。那道旨意上的罪名很重，忤逆君主，品行不贞，谋害公嫔。我看完这道旨意，内心毫无波澜，随手丢进了炭盆。来人在等着我的回话。夫人，
还有话要同君上说吗？我听说魏怀期在魏国境内连夜搜集名叫请华的人，未免伤及无辜，我还是开了口。你就和君上说，这宫里或许是有人分不清，但我从来分得清他和娟华。我曾去过君华帝君殿中，见过那小红鲤鱼化形，他五官寻常，肤色微红，梳着4、5个极细的辫子，那是他本来的模样。清月仙君是来拜见我家君上吗？他学着仙娥向我施礼，身后传来一阵风，将他变回了鲤鱼，扔进了池子里。清月，你来了，这鲤鱼怎么学会化形了？驯化的声音如清风入耳，我望着那道旨意被烧成灰烬。清月仙君，时辰到了。天色昏黄之际，司命君凭空出现，他走到床前，微微挥手，那副月女的焦尸便躺在了床上。既然是焦尸，就得是纵火自焚了。我望着那具被雷电劈得焦黑的女尸，不忍细看，往旁边避开了眼。这是被烧毁的，还是劈死的？是能被看出来的吧？司命君大大咧咧道：“不必太过小心，他日帝君醒来也不会在意的。”俊华帝君是不在意，但魏怀期恐怕会痛不欲生。司命君取下蜡烛，点着了火，驱动法力，几乎是瞬间，这间宫殿陷入烈火，烧得门窗倒塌。与此同时，司命君拿出运布，飞身入内，运布升到半空之中，迸发出刺眼白光。清月仙君，请入内。我踏进了白光之中，一抬头，远远看见魏怀期正冷着脸踏入殿门，陡然撞见这一场大火，他往前狂奔了几步，眼底流露出惊慌失措。阿玉，阿玉，来人，救火！他随手抓住身边的护卫，整个人都在颤抖。快让人来救火！那护卫跪了下来，磕磕巴巴道：“君上已经都派去了，但这里离水源很远。”魏怀期愣了，来不及的。他用力推开了护卫，不顾众人阻拦，冲进了火场。他推开数道燃烧的门窗，双手和身上都被烫伤，狼狈地闯了进来。阿玉，已经很久没听过他如此喊我了。我解开了运布束缚，被剧烈的白光包围着，升到半空中，远远望向他。魏怀期，我们永不相见了。九重天上，我还会再见寻华，但我再也不会见到你了。魏怀期猛地抬起头来，对上我的视线，眸光像是裂开，脸色骤然惨白。阿玉，别走！他猛地闯进白光中，殿内的火突然灭了，一切都消失了。魏怀期扑了个空，跪在地上长久不起。护卫来禀报：“君上，岳夫人死了。”他抬过头来，满目泪意，声音哽咽：“阿月是走了，没有死。”君上，可是，我们找到了岳夫人的尸体。魏怀期震惊地站起来，岳女的尸体被安放在地上，绿霄跪在旁边，哭得昏天黑地。魏怀期被人搀扶着，望着这具可怖的尸体，浑身颤抖起来。这不是阿月。他想到了什么，生出一丝希望。被烧死的尸体不是这样的，阿月没有死，给我去找。宫中仵作连忙跪下来：“君上，这确确实实是岳夫人，只是她的死法像是被雷劈死的。”雷劈？天罚？魏怀期往后猛推2步，绿霄擦干了眼泪，顿时站了起来：“我家王后从不骗人，是君上非要逼她上城墙，她受了很重的伤，都是你害死了她。”魏怀期望着那尸体，视线逐渐模糊，绝望与痛苦几乎淹没了他，让他喘不过气来。那晚他说过他身上很疼，原来都是真的，他害死了他。魏怀期将那具尸体抱到怀里，轻轻吻了吻额头，一言不发地往御前宫走远了。绿霄跪在殿中低声哭泣，等到所有人都走了，他从怀里取出那枚青色竹叶：“王后，你回家了，对吗？”九重天上，这侍女倒是有几分灵性。司命一挥衣袖，收起了运布，凡尘画面随之消散。清月仙君，别看了，紫昼神尊还在等您呢。我也很想见师尊，往前走了2步，蓦地止住了脚。要不改天吧，我身上还有伤，又要说我了。我转过身去，没走2步，撞上了结界。空中传来澄澈的声音：“还知道自己丢人，看来还有得救。”我讪讪笑道：“师尊好。”清风涌来，遍地生花。紫昼神尊自风中踏出，一袭白衣，眉眼恣意。不好，本尊数10万年的威望，拜你所赐，全无了。司命君上前奉承道：“神尊，3界威望至高无上，这是何意？”紫昼故作哀伤道：“本尊的大弟子连条鱼都打不过，传出去，谁还给我面子？”司命君拼命向我使眼色，
我连忙跑过去赔出个笑脸。师尊，那晚是不是你下的雨？师尊的仙法举世无双。子昼低下头，笑眯眯地看我，说话不阴不阳道：我就闭关不到2万年，你给我差点死外面了。我养你不如养鱼。我保持微笑，我去给师尊抓鱼。子昼带我去西王母处，借他的瑶池一用。我在瑶池泡了7天7夜，仙骨愈合如初。池边的白玉盘上备好了衣裙，流光溢彩，一看就是子昼的手笔。他不知是何时成的神，神力深不可测，3界6道都称他为神尊。他这人眼光极高，什么都要用最好的。想当初跑遍3界6道，独看中了我，非要砍了我做个竹笛。别，我已经有灵石了。子昼愣了愣，放下手里的刀。可是我正缺个笛子。我连忙化作人形出现。我给你当女弟子啊，弟子比笛子好多了。微风轻拂竹林，子昼注视着我，他大抵是觉得我说的有道理，就收我为弟子，给我起了名字清月。玉石风起，笛声清月。子昼神尊正在一个人下棋，我换好衣裙坐了过去。师尊，我知道错了。子昼拾起白子，寻华撩拨于你，你心里欢喜，为他下凡，何错之有？我知黑子与他对弈，我本该下凡抓了鱼便回，却为情爱所迷，答应去帮司命这个忙。这一趟走下来，我已经后悔了。子昼道：若是贤华帝君他日再回来呢？我捏着黑子望向棋盘，认真思考，那便将他送的鱼还回去吧。我与他情分已绝。子昼双指往前，轻轻落子。世上情爱无方，有情郎负心汉。朝事夕改，无罪论也。我落下黑子，轻声叹气：师尊看穿情爱，弟子自叹弗如。子昼指尖微顿，停在空中，略一扶手，棋盘消失了。不下了。他站起来便走了。师尊，去哪儿？准备养鱼。你不去抓鱼吗？子昼的声音悠悠传来，差点忘了这事。我该去把那尾红鲤鱼抓回来了。天上7日，凡间7年，魏国已是变了一番天地。往日繁华热闹的街头，如今变得萧条荒凉。魏国国君自7年前瞎了双眼，日夜守着王后的尸身，求仙问道，寻求复生之法。魏国朝政大事无人看管，都被后宫的弘离夫人把持。弘离夫人穷奢极欲，性情古怪，全国不许吃鱼，甚至是渔夫渔贩乃至酒楼厨子都被统统处死，百姓陷入水深火热，民怨沸腾深重，民间都在传弘离是鱼妖作乱。我飞进魏宫，凤阴宫内，弘离对着铜镜大发脾气：君上还是不愿见我吗？那侍女颤颤巍巍地回他：君上，他说见了夫人就会害怕。弘离盯着镜子里的美人面，脸色瞬间扭曲起来。他的眼睛到底怎么了？明明我用的还是清月的脸啊，为什么会这样？他宁愿对着那个尸体。他猛地将那面铜镜砸了个稀碎。我知道是为什么。魏怀期当年闯进那道白光时，我随手施了一道法，让他有了看破幻术的能力。他再见到弘离，看到的不再是我的脸，反而是弘离的原形。他怔怔地看着偌大的宫殿里，一尾鲜红的鲤鱼，约有成人大小，朝他慢慢游了过来。君上，王后姐姐死了，我也很伤心。魏怀期往后连退了好几步，摔倒在地上，挥了挥手：什么怪物？你别过来，滚啊！弘离愣了，赶紧抓起镜子看自己，还是清月的脸啊。君上，你怎么了？他过去扶起他。魏怀期只看见这尾鲤鱼想要扑到他身上来，他猛地去推开这怪物，这一下用足了力气，将弘离推得没有站稳，沿着台阶滚落下去。他歪坐在地上，眼里滴落珠泪，下腹淌出鲜血。君上，我们的孩子。弘离的孩子没了。魏怀期嘴唇颤抖，所有的人都围在弘离身边，关心起了他。你们看他是什么？君上，是弘离夫人啊。那尾红鲤鱼转过头来，张着鱼嘴，鼓动鱼鳃。君上，我是弘离啊，你不能因为王后姐姐死了就迁怒于我。魏怀期望着一幕，陡然睁大了眼睛，像是恶心到了极点。他猛地拔出剑来，刺瞎了自己的双眼。凤阴宫内在举办宴会，弘离施施然坐到高位，地下众人纷纷跪拜，各位官员女眷如流水般上前为他进献珍宝礼物。弘离没什么兴致，他
他突然微微眯眼，拿起了一个竹节镯。这谁送的？本宫最见不得竹子。他冷下了声。那位女眷被人架了起来，就要扔进明渠。我动了动手指，那女眷本要落水，悬在半空中，被风吹到了岸边，稳稳落地。全场都看得惊住了。红离慌忙站了起来，望着虚空的夜色，目光充满畏惧。是谁？落叶萧瑟，漫天纷飞。红离看清了是竹叶，脸色仓皇大变。他推开侍女，转身就逃。夫人，这是怎么了？一大群侍女跟在他身后，浩浩荡荡地追着他。我随手折下垂柳，朝他扔了过去。那只垂柳泛着青光，追着红离的身影，将他紧紧圈了起来。他猛地撞上去，被弹开，摔坐在地上。他坐在地上还不死心，试探性地伸手去碰那发光的垂柳。那手碰到光圈的瞬间，变成了鲜红的鱼鳍。离得近的侍女最先看到了。啊，夫人，你的手！红离赶紧把那只鱼鳍藏到背后。是鱼妖，真的是鱼妖！侍女发出尖叫，四散着逃开。红离，你还不现形！我自天侧飞身而下。是王后，王后，王后回来了！众人看到了我，红离朝我大喊：清月，你想干什么？君上最喜欢我了，他日后知道不会放过你的。那柳枝蓦地收紧，束缚住红离，将他捆倒在地。你不过是群华的宠物罢了，他今日就是在此，都未必救得了你。我稳稳落在他身前，你若还不愿意现形，就别怪我拿柳枝直接穿腮而过了。红离用一只手和一边鱼鳍，低头去捂住自己的脸。你敢？我用力捏住他的下颚，将他从地上提了起来。那柳枝被我抵在他的脸侧，你看我敢不敢？红离脚尖都离了地，眼里充满惶恐。清月上仙，清月上仙，别碰我的脸，我求你，我知道错了，饶了我吧。我往前盯着他，淡淡的笑了。这是你的脸吗？还是你真的忘了你长什么样子？我用柳枝在他脸上划了一道，那张虚幻的美人面往两边裂开，露出他原本红色的五官与面容。众人将目光投过来，窃窃私语起来。红离闭上了眼，发出尖叫。我嫌他叫得难听，将他丢到了地上，掌心放出白光，笼罩住他。我收了你的千年修行，你日后就做条鱼吧。那束白光下，红离蜷缩在地，浑身颤抖，慢慢缩小，变回了那尾红鲤鱼。那柳枝穿过那鱼鳃，将它提了起来，飞到了我手中。我提起那尾鲤鱼，升到夜空上。鲤鱼作乱，现已伏法。众人回过神来，纷纷下跪，恭送仙君。我拂袖正欲离开，地面传来熟悉的喊声：阿月。夜空下，魏怀期双眼蒙着丝带，被绿箫搀扶着，跌跌撞撞地奔来。阿月，是你吗？他抬起头来望天，表情一片茫然，声音却带着喜悦的期许。阿月，7年了，你终于回来了。你没死，你是我的王后。他朝着天空伸出手来，指尖不停地颤抖。阿月，我错了，我好想再见见你。他不到而立之年，鬓边青丝已泛白。我看了他一会儿，平静地开了口：魏怀期，你的王后月女已死，本尊是9重天的清月仙君。我转身飞上了天，只留下一道声音回荡在世人耳中：你纵容鲤鱼祸乱，已铸成大错，望你好自为之。子昼看了一眼，魏怀期追寻着那道声音，跑出来摔了一跤。他趴在地上，满身泥泞，苦苦地抬起头，泪痕斑驳，声音呜咽。清月，你是清月，我想起来了，我是秉华，原来举华就是我。这一夜骤雨不歇，凤阴宫沟渠填平，万千星烛破土而出。我回到9重天，将那尾红鲤鱼放到琉璃鱼缸，他日等到赛七华回来，还要将定情信物还他。寻华的品味着实一般呢。我放下鱼缸，讨好的看他。世尊喜欢什么鱼？我去东海给你抓。他手里把玩着一根白玉簪，朝我走了过来，随意将簪子插到我的头上。我喜欢虾，仙女虾。子昼风轻云淡道，我怎么没听说过？我拿下头上的簪子，玉料通体温暖，莹润雪白，3界罕见。世尊，这是什么？我捡的，送你了。我将簪子插入发鬓，又照了照镜子，喜不自胜。还是师尊对我好啊，又送云裳，又送簪子，果然外面不如家里。镜子里映出身后的子昼，他
他移开眼去，忽地弯唇轻笑。我正愣了一会儿，师尊本就容颜绝世，这闭关2万年，似乎是更好看了。还是竹哨声惊醒了我。若师尊察觉到我有冒犯之心，恐怕要即刻将我砍了，做一个敌音清月的竹笛。子昼见我有客，话锋离去。我走出门去，绿箫捏着竹叶，呆愣地站着。王后，叫我清月。这几年的凡间，魏国被诸侯国联合讨伐，攻城沦陷，火光冲天。绿箫无路可逃时，吹响竹叶哨，被带到了天上。我收留了绿箫，可我不知能为上仙做什么。我把鱼缸递给他，帮我养鱼。他睁大眼睛，用手指触碰那鱼。这是红梨夫人。那红鲤鱼躲到了缸底，瑟瑟发抖，再也不敢浮上来。绿箫笑得前俯后仰。没过一会儿，外面传来钟声，郡华帝君归位9重天。清月，我回来了，我求你出来见我。绿箫从殿内走出，替我将鲤鱼还给他。帝君，仙君说定情信物还您，从此各不相干。群华双手接过鱼缸，那尾红鲤鱼正游得欢快。群华闭了闭眼，没有使用法术，将那琉璃鱼缸捏碎在了掌心。群华跪了下来，手里滴落鲜血。清月，魏怀期愚蠢眼瞎，受人迷惑，伤你数次。可那不是我从来都是认准了你的。红梨落到地上，脱了水源，惊慌跳动，拼命鼓着腮，还是绿箫将他抓起来。我现身见他魂华跪在地上，抬起头来看我，眼神痛苦复杂。清月，我万分不甘。我还记得轮回池边你是心悦我的。我下凡历劫前，将婚事都已备好，将神殿都重新布置。我只是睡了一觉，可一醒来就都变了。你也不愿见我了。帝君，轮回池边，你向我提亲，我是有所心动，但未曾告知师尊，我也不敢应你。如今我为你仙骨有损，神魂煎熬，已经谈不上情缘了。你请回吧。我转身欲走，杏华扯住我的裙角，声线微微颤抖，眼里有了泪意。那是魏怀期，不是我。清月，我求你了，你要如何能原谅我？我站定了脚。原谅？我若死了，我也要原谅吗？魏怀期未必是犬华，但犬华必是魏怀期，他是你的部分神魂，不对吗？我转过身来，定定地看他，眸光微冷。他有你的神力，禁锢过我，伤害过我，你一句不是就不认账了吗？群华正要站起来解释，反被一道白光挥开，撞断了远处的柱子。寻华帝君上门纠缠不休，这就没意思了。子昼落在我身旁，炫华吐出口血来，看清来人是谁，用手拂净血迹，鞠躬行礼。神尊。子昼居高临下的睨着他，难得啊，你眼里还有本尊。你趁我闭关3界之外，敢向我的弟子提亲，真是不要命了。子昼看向我，训华端正的跪了下来。神尊容禀，我倾心于清月，此心可见。虽然人人都说神尊溺爱弟子，他顿了顿，甚至暗指不伦，但我全然不信，所以我向清月提亲，神尊自会考量于我。我听得皱眉，子昼的脾气不可谓不恶劣，外界竟敢盛传他的谣言。训华被提到半空中，脸色被掐得惨白，声音艰难稀碎。你先进去。我听话的进了殿，转身藏到暗处偷看。子昼转过身去，脸色陡然阴沉，轻轻抬手，清风汹涌而来，幻化成人手的形状，猛地掐住西华的脖子，将他饿得喘不过气来。人人都传，就你不信？你以为你很聪明？神尊，原来你提亲都提到本尊的人这里，9重天上竟也没人提醒你吗？熏华被重重扔到地上，砸出个大坑来，他整个人贴在地上，完全爬不起来，手肘撑在地上，呕出一大口血，浑身消散出仙气，恐怕是灵脉尽断。原来神尊是怀有这般心思。他仰起头来，扯出冷笑。可是清月他喜欢的人是我，不是你。子昼眯起眼睛看他，掐紧了手心，又慢慢放开了。他喜欢谁又如何？千万万年，至我允世，他只能陪在我身边。我猛地转身，捂住心口。若是我没有听错，师尊是心悦于我吗？自我成仙，不，自我做竹笋起，5万年来也没做过如此浮夸的春梦。他究竟是何时起的心思？为什么从来不同我说呢？
训花趴在地上，口中溢血，不再去看子咒，艰难地往殿前爬去。清月，你师尊是个疯子，你出来见我。东海龙王迷惑，他到底是撑不住，趴在了台阶上，双手不断捶地，手掌鲜血淋漓。我错了，我认。你出来，我求求你出来见我，我有法子认错了。东海龙王恍然大悟，无奈地摇头。子咒看不下去，禁锢住训华，将他带去了天宫。我去了东海，求见龙王，向他讨要仙女虾。师尊对我投之以桃，我必要报之以礼。神尊要养仙女虾，他让我从头说来。清月上仙，你呀，哪有什么仙女虾？神尊是说你眼瞎啊。原来是嘲讽，可惜了，我还想给他份回礼。我拿出白玉簪给东海龙王过目，你看，可有什么珍宝能给这份当做回礼吗？东海龙王大惊失色，这可不是珍宝，是神仙古玉，是从神仙身上取骨炼化而成，凡在此神修为下能保性命。这看着像是不少于50万年的古玉，如今这么老的神仙可不多见了。话音刚落，龙宫被雷劈了，东海龙王被炸得都卷毛了。他怔怔地看我，这是神尊的古玉，恐怕是。如今这么小气的神仙也不多见了。我在三界六道晃荡了数日，回到九重天时，俊华跪在殿前等我。平华，他怔愣地回过头来，脸色苍白不堪，却又扯唇笑了。原来你是出去了，我苦苦等了好久，还以为你不肯见我。他因鲤鱼祸乱人间，又私瞒天罚，被褫夺了帝君封号，如今灵脉尽断，连修为也削减了大半。但师尊已是手下留情，没有废去他的神格，让他重新飞升。清月，我要去九渊了。子咒是做过上任天帝的，便让天帝将他派去九渊长久镇守了。我不想与他纠缠，你去九渊好好养伤。训华盯着我半晌，眼尾泛红。你还是不能原谅我吗？我是未怀妻时，不知你梦中一语的训华是我，嫉妒的快要疯了。可不论是训华还是未怀妻，我心里爱的人都是你啊。我同他四目相对，未怀妻百般冷淡，又偏信红梨，我不曾责怪，但他因一句印花就对我折磨羞辱，不是嫉妒就能遮掩过去了的。俊华，凡间已是你负我，天上你再三纠缠，若不是我师尊出面，你让我如何在九重天立足？训华缓缓闭上了眼，泪水从眼尾滑落。我和他擦肩而过，踏进了殿门，身后传来悲凉的声音：清月，我知道了，我向你认错。我转过身来，菊花双指按在眉心，浑身散发光芒，竟将未怀妻的那缕神魂生生地抽离了出来。平华，我惊得飞身过去，却被他的结界挡在外面。他握着那团金光，眸光定定地看我，笑着笑着哭了出来。清月，你说到底是为什么？我怎么会伤害你呢？你明明是我宁死也要护住的人，我心心念念早日归来，就能与你成亲，才让司命仅用这一缕神魂力竭，却差点害死了你。他举起那缕神魂，猛地掐碎在了掌心。魏怀欺负你，寻华不会负你。结界崩裂，风云忽动，锦华昏迷了过去，缓缓浮到空中，散发着暗淡光芒，是陨落的征兆。我飞身而上，却扑了个空。师尊，他自毁一魂两魄，这可如何是好？子咒来得及时，接住了他。没想到到头来，我还要救你的薄情郎。我双手合十，朝他摆摆。半月后，寻华醒来了，但他只记得轮回池边提亲之事，将凡间以及后来种种纠葛都忘了。他望着殿中的那尾红鲤鱼，轻声问我：清月仙君，可愿与我定亲？我摇了摇头，我考虑过，还是不了。群华眸光失落，但不再坚持了。或许是没了魏怀期的神魂，他的性格也没了那份偏执。群华得知被贬去九渊，也觉得甚好。我自飞升以来，在九重天也不自在，去往九渊还能养伤。我将那尾红鲤鱼还他，让他带去九渊。他注视着那抹鲜红，不知为何不喜欢了。红鲤在水中转圈游动，用鱼尾搅起水花，这是以前他讨好雨华的动作。俊华往后退了2步，不好意思地笑了。说来奇怪，我似乎有点怕鱼。那尾鲤鱼僵住了，猛地躲到缸底，再也不动了。庆华离开了九重天，我去见师尊，他枕着手，斜躺在竹梢，闭目养神。师尊，我提着一壶竹叶青的好酒，
在地上举起来朝他轻晃。子昼掀起眼皮往下睨了一眼，这是送完情郎回来看望孤寡老人了。我飞到他身侧坐下。师尊，你看，这是和合二仙酿的酒，这是姻缘阁的文书，这是月老的红绳。子昼连忙坐了起来，双指按了按眉心。你又看上谁了？我拉起他的手，把红绳放到他掌心。你呀。他握住红绳，怔愣地看我，半晌偏过头去，耳垂都红了。我笑眯眯地跟过去看他。既然千万万年我只能陪在师尊身边，那不得不主动来要个名分了。突然轻声道：“子昼神尊安静了很久，久到我都以为是我闹出了天大的误会时，才传来他轻轻抽噎的声音。”你终于复明了。他拿过那壶酒喝了一口，再给我灌了半口，展开那文书，握住我的手，按下了手印。最后他握住我的手腕，拿起那条红绳。我才取了神骨，给你做簪子，你让我去救他，我好伤心啊。我摸了摸头上的簪子，以后还是不带出来招摇了。子昼替我系上红绳，打了个死结。即便我有数十万年的修为，救他只耗费了1万年，但是你也不能欺负我。他撩起衣袖，将手腕伸出来。所以虽然是你向我提的亲，但完全是我应得的，也是你的本分。我恭敬地给他系上红绳。是，从今以后我就是夫君的人了，定会守好本分。月光倾泻林中，遍地染银霜。竹梢之上，子昼揽住我的腰，低头吻得沉沦，压弯了身下的苍竹。清风层层掠过竹林曲径，竹叶簌簌而下，发出沙沙声。一大早，我回到神殿，绿霄还守着那伞。仙君自从邢华走后，这红梨就不吃东西也不动了。随他去吧。不到3日，红鲤鱼绝食而死，而九重天迎来了一桩万年难遇的大喜事。子昼神尊和清月上仙要成婚了。成婚那日，众位神仙都早早到了，恭贺神尊大喜，唯独司命君姗姗来迟。司命君，好大的架子，何故来迟？原来神尊说他多嘴误事，险些酿成大错，将他扔到凡间轮回，当了一世的麻雀，只管到处叽叽喳喳。如今刚从凡间归来，求饶求饶！我与神尊的夫人清月仙君那可是过命的交情啊！宴会觥筹交错，热闹非凡。揣将这喜讯传到四海八荒，自然也免不了九渊。熏花坐在断崖之上，接住那只在时，远眺九重天寒风，吹得衣袂翻飞。清月，我不曾忘，愿你欢喜无忧。